在全球目光聚焦于北约峰会、日本排放核污水之际，中国一家商业航天公司不声不响地在大漠戈壁搞了一个全球首枚采用甲烷液氧动力的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据环球网报道，7月12日，中国商业航天公司蓝箭航天自主研发的朱雀2号运载火箭在发射后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2号发射现场，朱雀2号只有2级构型，舰体直径 3.35 米，高度 49.5 米，起飞重量219吨，起飞推力268吨，在20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的运载能力为6吨。与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相比，朱雀2号的各项参数只能算是一个小家伙，但与传统火箭不同的是，朱雀2号是全球首个采用液氧甲烷作为燃料，并成功发射升空的火箭。说起液氧甲烷燃料，一些航天爱好者应该不会感到陌生。马斯克宣传多年的星舰火箭的发动机就是采用液氧甲烷作为动力燃料，但在今年4月的发射任务中，星舰升空后多台发动机熄火，最终致使火箭爆炸坠毁。南华早报称之为创造历史。事后分析认为，此次星舰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台火箭发动机过于复杂的并联设计，与液氧甲烷燃料无关。既然星舰能成功发射升空，足以证明液氧甲烷完全可以作为火箭燃料，因此朱雀2号此次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也就具有重要意义。南华早报称，朱雀2号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天阙系列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并成功将火箭送入预定轨道，这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星舰的步子迈得还是太大了。朱雀2号的成功发射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公司在火箭绿色燃料技术竞赛上领先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另外2枚使用液氧甲烷的火箭，美国相对论空间公司的人族1号和 SpaceX 公司的星舰均以发射失败告终。既然这么多商业航天公司都压注于液氧甲烷燃料，那么这种火箭燃料的优势又在哪里呢？火箭燃料通常分为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对于后者来说，在航天工业的起步阶段，各国一般会采用煤油或液氢作为火箭的液体燃料，国内外几乎所有采用液氧甲烷燃料的火箭。这是因为虽然天然气被发现的较早，但与之配套的天然气液化技术却成熟较晚。技术方面的限制使天然气的处理成本较高，从而影响了天然气在各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直到进入21世纪后，随着更先进的提炼和储存技术成熟，天然气大规模应用终于不再是纸上谈兵，各国早期设计的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天然气或者说甲烷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液体燃料在燃烧时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而液氧甲烷的燃烧产物只有水和二氧化碳，而且不易形成积碳，是一种更清洁环保、维护成本更低的选择。其次，甲烷与液氧的沸点相差不到20摄氏度，从而降低整个储箱的重量，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因此，得益于这些远胜于传统燃料的优点，各国商业航天公司会压住液氧甲烷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除了朱雀2号以外，我国还有包括宇航推进、九州云舰等多家商业航天公司正在展开类似的研究工作。同时，外国也有多款液氧甲烷火箭蓄势待发。可以预见的是，当更多的低成本航天技术铺开后，太空探索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